演戲有喜怒哀樂，但係人生有佢咧，就必定喜樂。人生萬變，但係有耶穌嘅愛咧，就永遠不變。犹太人复国初期以寡敌众，但还是能拓宽疆界。原来连绵无尽的荒漠，在他们的智慧下变成绿荫处处，物不民丰，到处都看见现代化城市。这岂不是神应许以色列人的流奶与蜜之地吗？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大能，神就把恩典丰丰足足地降临大地。谭博士，请问这是什么？它代表什么？常见的这个叫金灯台。这个金灯台呢，是英国政府在1956年的时候送给以色列的国会，是一件很特别的礼物。1956年，那就是说不是考古家在地上挖出来的，不是发掘出来的。你看，特别用青铜铸造，有5米高、4米宽。今天以色列还把这个金灯台作为他们国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原本的金灯台呢，是在第2圣殿里面放在那里的，但是提多将军呢，把它抢劫到了欧洲，象征了以色列国的灭亡。要抢走人家的东西没错，这个金灯台呢，下面的圆圈里面有几个字是圣经上提到的：以色列啊，你们要听。上面有2行字，是撒迦利亚书很有意义的一句话。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，就是这样。国徽旁边呢有2条橄榄枝，在撒迦利亚书第4章当中有所描写的。对，所以这个金灯台呢，代表国家很重要的那个复国的象征。对了，所以就要放在国会正对面。对，没错。其实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为了复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人力物力。犹太人付出相当的努力才能复国。复国多少年了？1948年复国到现在，有超过60年了。不是，是他从亡国到复国是多少年了？亡了国2500年，所以在1948年复国是很大的神迹。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还能复国，哇！从1948年起，虽然以色列人有了自己的国家，但仍然是危机四伏。因为复国初期，人口大约只有65万，但附近的22个阿拉伯国家总人口大约有1亿5千万，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中。这个坦克博物馆展示了当年以色列曾用的武器装备。其实，在以色列宣布复国后12小时，阿拉伯联军就对以色列发动全面进攻。埃及从南面进攻加沙和特拉维夫，叙利亚从北面攻打加利利，约旦和伊拉克从东面攻占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。以色列3面受敌，形势岌岌可危。但经过10个月的苦战，终于以色列转败为胜，各方协议停火。后来又有1956年苏黎世运河战争和1967年的6日战争。在这次战役中，以色列又再次得胜。
戈兰高地、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都落入以色列人手中。这次战争历时6日，以色列领土扩大到原来的4倍。后来又有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和其他小规模的战争，已经无法动摇以色列复国的事实。犹太人终于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。奇妙，2000多年前应许的一个预言，竟然真的能在今天应验了，真是奇妙哦。更奇妙的是，早在摩西的时代，上帝已经应许以色列人会帮助他们挣脱埃及人的辖制，并且会带他们到一个地方，名叫流奶与蜜之地。波波，你听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你会不会觉得那里的土地很肥沃，物产也很丰富呢？当然啦，字面就是这个意思嘛。可是我又有疑问了，牛奶与蜜之地，那么肥沃的土地一点不像是中东，中东是完全一片沙漠，那么干旱，怎么种植呢？波波，你吃过以色列出产的水果吗？吃过，那无花果很甜，可以带回家煮汤也很好。我喜欢喝石榴汁，加些橙汁进去，好味道。很多水果，但是它们怎么种出来的呢？那如果你想知道他们怎么种出来，我们就是看看他们怎么用现代的科技把沙漠变成绿洲。待会儿我们会到一个旷野，看一下以色列现代化的农场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以色列人是很聪明的，他们是用神给他们的智慧来克服了自然环境，是不是这样？那等一下我们去那个农场呢，能不能从树上摘水果呢？可能有的看没得吃呢。这看看也不错啊，增长见闻嘛，不一定要吃的，能不能去呢？真的想看吗？是啊。那么不要坐在这里了，一块走吧。好。从特拉维夫往南走，在地理上来说，经过一段路程，应该会渐渐进入以色列的沙漠地带，就是圣经所说的旷野。可是汽车走了很久，沿途所见的是一片又一片的农田，有不少还是大规模的温室种植。到了目的地，原来是旷野的其中一个公社。这些公社是由很多家庭组成的小社区，合力以现代化的技术，在沙漠中开垦出一片绿洲。想出去参观他们的农田，我们就要坐上他们的拖拉车。路上负责人说，他们是怎样开垦这些土地。他们刚到这里的时候，都是干旱的沙漠。经过他们的努力，农田肥沃，每年农产都很丰富。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最重要就是把地下水引到这里，然后安装自动化灌溉系统，再加上其他科技优化农田，才有今天绿化的面貌。现在看见这么大的一片农田，好像不是菜田，又没有果实，到底种了什么呢？负责人就说，宝藏就在我们的脚下。他徒手把泥土挖开，挖出了一些土豆。哇，这个大啊，这个厉害啊，这个大小刚刚好。对，啊，这些土豆啊，炸薯条啊，炸薯条。那这个可以吃，这个还不能吃。负责人告诉我们，他们人手不足，全靠先进的农业科技，才能够用较少的人力资源耕种这么大片的土地，而且4季都能出产不同的蔬果。哇，这些全都挺大，刚刚好。这个牛油焗，这个做薯条哇，啊，对吧？这个做薯蓉，焖呢，
不要想的太多了，天然才最好吃。带回香港，全给你啊，带回香港啊。全部给我。那我们来到这里，四周呢有很多树、草和葡萄园，真的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沙漠。还记得圣经曾经这样说过：“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”那这个地方呢，就应验了圣经里的话。在这里呢，1980年以前呢，这里完全是沙漠，是沙漠。波莫，你看后面啊，后面看见黄色啊，差别真大。那里是实地沙漠，那是巴勒斯坦的地方。最初呢，约书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神应许给他们一个流奶与蜜之地。流奶与蜜呢，就表示非常的丰富。其实呢，有一个解释就是，以色列的南部畜牧业比较发达，现在也一样。听说他们的牛每年要生产很多的牛奶。北部呢，农业比较发达，有很多的农作物，出产呢非常丰富的。那以色列有7种著名的农产品，大家都知道，小麦、大麦、葡萄、无花果，还有橄榄，还有石榴，还有一种叫做枣蜜，非常甜的。我们不是在耶路撒冷吃了非常甜？枣红色那堆。对，是啊，枣蜜非常多的，甜的不得了。回看历史啊，当年啊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迦南美地，进入之前呢，他们派探子去看看神应许的地方是否那么丰富。2个探子抬了，你知道抬了什么回来？葡萄。对，很大颗的。没错，很大颗的葡萄。抬了很大串的葡萄，你就知道那里有多丰富了。复国之后，1948年以后，当然他们要发展自己的国家。复国的时候呢，这里呢看起来仍然是1980年之前是沙漠，什么都没有的。但是神祝福他们。当然犹太人很聪明，他们利用那个科技是怎么样呢？在地下寻找水源，所以这里的草和树是用地下水灌溉的。这里30年前本来是沙漠，是沙漠，和那些地方是一样的，都是石头地，都是这样的地。但神祝福他们，给他们这样的科技。还有这里的雨季很短，但年雨量很少。他们利用引水道把水引进来，把水循环再用，不会浪费的。所以神真是祝福他们。他们努力的用现代的科技来发展国家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葡萄园吧。现在是冬季，虽然看不见开花结果，但也可以想象一下，在收成的时候呢，这地方有一大片，以前是沙漠，现在呢能出产红酒、白酒和冰酒的地方。在沙漠能有葡萄园，能出酒啊。那现在很干呐，因为是冬天。如果夏天呢，就会看到果实累累，绿草如茵，整片绿油油的，很漂亮。他们整个的设计看看是很有系统的。他们发展自己的国家，增加自己国家的资源，一来要依靠神，二来需要自己的努力。我听附近的居民说刚刚他们告诉我，他们很努力地建设这个社区。只有2万多平方公里的以色列国土，一半以上是沙漠，其余的主要是硬实地质的山区，只有2成土地可供耕种，加上每年的降雨量只有350毫米。在这么差的自然条件下，以色列人却利用闻名于世的农业科技、电脑灌溉和温室技术相结合，在荒芜的沙漠中开发出上百个人工绿洲。每年出产的农产品不但自给自足，还能大量出口。
在菜市场上，四季都有林林种种的蔬菜、瓜果，所有都是本地的出产，而且品质极高。有不少还制成了各种干果，因为以色列人很喜欢吃干果，品种非常多。这是无花果，无花果，无花果，这个是枣，枣干，这是凤梨。这是葡萄干。其实以色列很丰富啊，没话说，神很恩待。芒果，全部都是本土出产的。没错，你看葡萄干这么大一颗，葡萄干有这么大。哇！由于以色列阳光充沛，尽管现在是冬天，到了中午还是挺暖和的，所以还能看见很多果树上长满了又大又漂亮的水果。哇，这个橙子好沉哦！我也是第一次从树上摘下橙子啊！这里还有柠檬啊，石榴啦，还有什么啊？无花果。哇，我第一次经历从树上摘下来的。是啊，我告诉过你啊，以色列这个地方啊，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。特别在1948年复国之后，他们全面种植不同品种的果树，尤其是葡萄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干嘛种那么多葡萄树吗？哦，葡萄可以酿酒吗？啊，牧师，酒能乱性，其实是不是不应该喝酒呢？不是，我们不是不许喝酒的。没错，酒能乱性，所以呢，我们不鼓励更加不赞成酗酒，或者喝醉了。什么是酗酒？酗酒就是上瘾啊，不能不喝了。哦，是成了酒鬼。没错，酒就是徒酒鬼。以色列人呢很喜欢喝酒。考古学家发现，2000多年前啊，以色列这个地方已经种了很多葡萄，还有酿酒业。其实这个地方很丰富。在罗马时代和穆斯林时代，葡萄酒产业呢一度停顿的。直到20世纪80年代，以色列人想振兴经济，所以大力发展这里的葡萄种植，所以酿了很多葡萄酒，发展得非常快。波波，我们找一个葡萄园主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酿酒的过程呢？我们一起去吧。好的。这次来参观的一家酒庄是家庭式的，由一对犹太夫妇经营。他们简略介绍了酿酒的过程、灌装和贮藏的方法。他们说，从20世纪90年代起，国外的葡萄酒公司很看好以色列的酿酒业，因此成立了大大小小的酒厂。他们是小型的精品酒庄，但也有自己的品牌和特色。当然，在大型的酒厂，酿酒的过程几乎都机械化了。从葡萄的分离、压榨、发酵、贮藏和灌装，都是以现代的流水线完成。加上种植和酿造技术不断改良，使以色列的葡萄酒产业又迈进了一大步。正如上帝向以色列人应许的，一片荒漠，现在变成了繁华的大都会，好像圣经预言的，沙漠变成了流奶与蜜之地。真是一个神迹哦！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人这么少，分散全世界各地，他经历了2000多年的苦难，竟然还能复国的。更让人惊讶的是，以色列复国的事啊，圣经早已预言了。今天我们看见以色列果然能复国，这再一次让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是真实而可信的。透过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呢，我们看见圣经所说的上帝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，
他为人类而预备的救恩是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。我真的相信的。李牧师、谭牧师，我不是被洗脑的啊。当我看见这一件艺术品，当我每一次在以色列拍天空、拍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像看见这位天使一样，飞翔在天空之上。我觉得很受感动。我希望大家也能好好的去认识基督教这个信仰。同时，我决定这次回香港，我也要潜心阅读圣经，了解多一点神的话语。我相信大家的生命一定会经历到就如以色列民族一样，经历这么多苦难之后，依然能够复国的神迹。祝福大家，愿上帝赐福给你们。犹太人只是一个弱小的民族，以色列亡国2500多年，他们被驱逐离开自己的国土，而且分散到世界各地接近2000年，曾被逼迫和屠杀，但没有被同化或消灭，竟然还按照上帝透过圣经预早的宣告，重返巴勒斯坦，成功复国，实在是不可思议，可以说是世界上一个奇迹，也可以说明圣经的真实可信。而这个敬畏上帝的民族，也有骄人的智慧和能力，抵御四面的仇敌，同时在短短数十年间，把一块荒芜之地改造成沃土良田，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农业国家。从以色列，我们看见神是掌管历史的神，而他也透过以色列民族为人类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当我们相信上帝的大能的时候，发生在以色列民族身上的神迹，同样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。主啊，我神，我每逢举目观看，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，看见星宿，又听到隆隆雷声，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，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当我想到圣经原才他儿子将世舍命，我几乎不领会。主在世家，甘愿背我的重担，流血舍身，为要赦免我罪。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主啊，我神，我每逢举目观看，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，
见星宿，又听到隆隆雷声，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。我灵歌唱，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灵歌唱，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滴滴恩语滋润普世华人心灵。恩语之声以世界各地华人经历耶稣基督带来生命改变的真实故事，透过全球电视和电台广播网络，还有电脑互联网广传福音，也以生命关顾电话热线帮助有需要的人。我们的事工很需要你经济上的支持，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齐心协力。